Hello， 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4种芽苗菜的种植全过程。视频有种植方法以及详细的记录，后面还有每种口味的现场试吃和几种超级简单的懒人吃法，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其实我最常发的芽苗菜就是这4种：紫花苜蓿芽苗菜、西兰花芽苗菜，还有我混的3色萝卜芽苗菜，以及最普通的绿豆芽。种芽苗菜的第一步就是泡种子，我一般泡发12个小时。泡种子的目的是为了加速种子萌出，来缩短种植的时间。放多少种子合适呢？我的经验是梅森平底 1.5 厘米厚的种子就可以了。我大约称了西兰花种子呢是25克左右。接下来放到避光的地方等待12个小时。为了节约时间，我一般是晚上泡，第2天开始换水。刚开始可以通过旋转梅森瓶让种子贴在瓶壁上，这样更有助于通风。接下来你每天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给芽苗菜换水。我比较懒，每天只换1次水。梅森瓶发芽苗菜我认为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它不占地方，种子也不爱发霉，换水也简单。当你的芽苗菜开始生出对生的子叶时，每天可以让它们见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但是记住豆类芽苗菜要全程避光，不然发出来的豆芽会有苦味。你们看第6天的紫花苜蓿芽苗菜已经接近满瓶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食用了。再来看看第6天的萝卜芽苗菜，也已经满瓶了。萝卜芽苗菜应该是生长速度最快、最容易种植的芽苗菜了。西兰花芽苗菜的生长速度相比苜蓿和萝卜会慢一些。当种子充满梅森瓶时，可以用这样带点压力的水柱来做芽苗菜的每日换水清洗。为了同时为大家呈现芽苗菜的成果，4种芽苗菜我都整整发了8天，可以看到豆芽都已经爆瓶了。其实豆芽第6天就已经可以吃了。我们来看看第8天的西兰花芽苗菜，已经满瓶了。因为每天都会晒到阳光，所以芽苗菜都是翠绿翠绿的。西兰花芽苗菜含有超高的萝卜硫素，要知道萝卜硫素是具有抗癌潜力的植化素，主要存在于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中，西兰花芽苗菜中含量最高。你看8天的西兰花苗差不多长到3厘米长，这时候你可以清洗掉种子壳，这样更有助于储存，当然冲不干净也不影响食用。接下来我们来看萝卜芽苗菜。萝卜芽苗菜是最容易种植的芽苗菜，种子便宜，而且种植时间短，还含有芥子油苷，这种物质具有抗氧化和抗菌的作用。我这个是红白紫3种萝卜种子的混合，所以发出来的颜色也很好看。其实发好的芽苗菜没必要全部取出来，这一瓶呢可以分2到3次吃完，剩下的在瓶里呢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生长的。接下来看看紫花苜蓿芽苗菜。紫花苜蓿含有丰富的植物雌激素，有助于调节内分泌和平衡激素水平，特别适合女性日常食用，而且它也是非常好发的芽苗菜，一般7天就可以采收食用。我们来看看8天发出来的芽苗菜的重量，萝卜芽苗菜接近300克，西兰花和紫花苜蓿芽苗菜差不多200克。我每天会吃100克的芽苗菜，所以这一瓶呢可以分2次吃完。再来看看这一壶绿豆芽，绿豆芽也是我很爱生的芽苗菜，比起黄豆芽，绿豆芽不爱发臭，种植更容易。家里没用的陶瓷茶壶在发绿豆芽时，既换水很方便，又可以起到避光的作用。你看发了8天的绿豆芽已经长这么长了。绿豆芽我喜欢炒着吃，剩下的那几种呢基本上是生食。接下来我们去尝尝它们的味道。现在呢，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芽苗菜都是什么味儿的。首先呢，这个是西兰花芽苗菜，我来尝一下，然后现场说一下。西兰花芽苗菜呢，我认为是最好吃的芽苗菜了，因为它没有什么异味，一丢丢的那种辣的口感，就小孩子都能接受的那种辣，然后也没有菜味儿，它非常适合拌沙拉，因为它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味道。西兰花呢非常好吃。然后再来给大家尝一下这个萝卜的，这个3色萝卜是我混了3种颜色的这个种子哈，所以它这个颜色就是花的颜色，所以就还蛮好看的。那我先来尝一下这个萝卜芽苗菜的味道。萝卜的真的就是第一进口你就跟吃了一个非常辣的萝卜皮的感觉，它其实还是挺辣的。所以萝卜芽苗菜呢不适合一整碗那样吃，也不太适合炸果昔，但是它非常适合在拌这个沙拉的时候放一小部分当做调节味道，不要放太多了，因为它确实是有点辣。再来看这个苜蓿的芽苗菜，苜蓿芽苗菜它就是非常小了，因为它种子就很小。尝一下这个苜蓿的味道啊。不行，我嘴里还有刚才那萝卜的那个辣味儿，我得清一下。苜蓿的这个味道呢，其实就很清新了，它一点辣味都没有，青草的味道，但不是很重啊。所以这个苜蓿的这个芽呢，也是非常适合拌沙拉的。其实我们发的这些芽苗菜呢，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给它，比如说做成馅儿啊，或者给它弄熟了吃。
因为它的营养成分其实在加热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芽苗菜最常用的这个几种吃法。我最喜欢的吃法就是每天中午的沙拉碗，放入自己喜欢的菜，加入芽苗菜。芽苗菜每天摄入的量最好在100克以上。除此之外，我还会加入自己做的发酵蔬菜，来增添每日的益生菌。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翻看我之前的视频。这个胡萝卜也是发酵的。最推荐的就是我这个灵魂料汁，1勺芝麻酱，那也是我自己做的哈，1勺味增，然后再加入2勺左右的康普茶。如果没有康普茶呢，可以用醋来代替。接下来呢，就是搅拌均匀，你看是不是很像日本的和风芝麻酱？最后呢，我们再来加入橄榄油，来每日增添对心血管有益的欧米伽9。这样一碗集芽苗菜营养和膳食纤维、发酵蔬菜的益生菌以及欧米伽9于一身的集大成沙拉碗，作为午餐或者晚餐，是不是有种健康的都能原地起飞的感觉呢？当然，如果你觉得沙拉碗麻烦，那就来这个芽苗菜蔬果昔。芽苗菜加入苹果或者你喜欢的水果，再来半颗牛油果，然后我还加入了自己发酵的蔓越莓，拿破壁机搅打2分钟，如果不好打的话，可以加一点椰子汁哈，然后直接1根吸管就能搞定。推荐给早上着急上班的朋友，当然你也可以加在涂满牛油果酱的吐司里。还有一种吃法的灵感呢，是源自安东尼威廉369排毒食谱里的绿叶海苔卷。其实他很喜欢用寿司海苔来卷各种东西，你就用寿司海苔卷上芽苗菜和你喜欢吃的蔬菜，海苔带来的咸鲜味和叶子真的很配，赶快去试试吧。好啦，这期芽苗菜的笔记你还喜欢看吗？如果喜欢看，记得点个赞鼓励一下小唐吧。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